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台北士林官邸，白天繁花似锦，是游客争相拍照的美丽景点，但到了深夜，这座庭院却如同褪去了生命的外衣，被寂静和黑暗笼罩。风吹过树叶，发出窸窣声，似乎在诉说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听说在士林官邸的深处有一片小树林，那里的石径通向一座废弃的小别墅。几十年前，曾经有一位将军在此自尽，他的死因至今是谜团，但据传闻，他在死前遭受了极大的屈辱，尸体被发现时，头颅不翼而飞。自那以后，官邸附近总有人目击到一个无头的人影，身着破旧的军装，似乎在徘徊寻找什么。小雨，你真的不害怕吗？怕什么？不就是个传说吗？再说了，我们拍完素材就赶紧走。小雨是大学新闻系的大四学生，为了毕业专题，决定和好友阿杰到士林官邸一探无头将军的传说。他们趁着夜晚偷偷溜进官邸，带着摄影机和录音设备，准备捕捉一些灵异的线索。月光下的官邸显得格外冷清，风吹动枯叶，发出轻微的沙沙声。阿杰打着手电筒，目光四处游移，仿佛在寻找传闻中的树林。小雨，你有没有觉得这里的风声怪怪的？阿杰压低声音，像是在压制心中的不安。你别吓自己好不好？小雨摆摆手，假装轻松，但其实心里也有些发毛。两人穿过主庭院时，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一声轻微的咔嚓声，像是枯枝被踩断。两人瞬间停下脚步，回头看去，却只见空荡荡的庭院里黑影重重，可能是猫吧。小雨喃喃道，尽量压抑住心中的紧张。猫会有这么重的脚步声？阿杰皱着眉，眼神开始闪烁不安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的灌木丛突然动了一下，发出窸窣的声响。两人屏住呼吸，盯着那片灌木。片刻之后，一阵寒冷的夜风吹过，仿佛带着一股轻轻的低语。走开，你听到了吗？阿杰压低声音，脸色苍白，别乱想了，我们赶紧找到树林，拍完就走。小雨虽然嘴上硬撑，但握着摄影机的手微微颤抖。他们快步走过庭院，找到了一条隐蔽的小路，尽头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小树林。随着逐渐深入，他们感到周围的气温似乎下降了几度，树林间回荡着奇异的回声，像是低语和叹息交织在一起。耳边突然传来一阵低沉的叹息声，像是从地底深处涌上来的。听到了吗？阿杰停下脚步，脸色有些发白。别闹了，可能是风吧。小雨故作镇定，但他手心早已渗出冷汗。穿过树林后，他们找到了一座破败的小别墅，门窗早已破损，墙壁上爬满了青苔。别墅的门吱呀一声被推开，里面的空气又潮又冷，夹杂着一股霉味。这里曾经是那位将军的住处吧？小雨一边拍摄一边低语。阿杰四处环视，突然指着地板上的一道刮痕，你看，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拖过，会不会是尸体？小雨接话，声音发颤。他们顺着刮痕走进一间空荡荡的房间，墙壁上挂着一张模糊的老照片，照片中的男人身穿军装，目光犀利。奇怪的是，照片的玻璃上布满了裂痕，裂痕的中心正好在男人的脖子处。就在他们仔细端详照片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，沉重缓慢，仿佛拖着不愿挪动的双脚。两人猛地回头，却什么都没看到。小雨，我们是不是不该来这里？阿杰声音颤抖，别慌，也许是猫。小雨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，但他内心的不安已经攀升到顶点。就在他们准备离开别墅时，窗外的迷雾中突然出现了一个身影。那人穿着旧式军装，手臂僵硬地垂在身体两侧，步伐缓慢而沉重。随着他的靠近，一阵低沉的咚咚声像心跳般响起，每一步都像在敲击两人的神经。那是谁？阿杰低声问，手里的手电筒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。小雨屏住呼吸，用摄影机对准了那个身影。然而透过镜头，他发现那个人并非完整，他的脖子处空空如也，仿佛被黑暗吞噬了头颅。快跑！
小雨低喊一声，但脚却像灌了铅一般动弹不得。那无头军官停在距离他们不到5米的地方，缓缓抬起手臂，做了一个奇怪的敬礼动作，随即他的身体开始抽搐，仿佛被无形的力量撕扯，胸膛裂开了一道漆黑的缝隙，从中涌出粘稠的黑雾，带着令人作呕的腐臭气息。我们要死了！阿杰瘫倒在地，手电筒掉落，光束在地面上乱晃。无头军官缓缓抬起一只手，指向了他们身后的某处，他的动作僵硬而冰冷，但却传递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，仿佛在命令他们回头。小雨和阿杰颤抖着转过身，发现身后的墙壁上出现了一行血红的大字：还我头来。两人慌忙逃出树林，回到宿舍后，小雨开始整理拍摄到的画面，但当他打开摄影机时，发现录影中除了他们的对话，背景里始终有一个模糊的身影静静地站着，从头到尾未曾移动过。更让他不安的是，当他将日记交给历史系的教授鉴定时，教授告诉他，这确实是将军的遗物，但这个人从来没有自尽，而是被暗杀的。你拿来的日记可能是某人伪造的，用来掩盖真相。小雨的手不由得颤抖起来。那无头的身影是想告诉我们真相吗？教授沉默片刻，轻声说道，也许他还在等待有人替他伸冤。当晚，小雨决定再查看日记的细节。他翻开最后一页时，竟发现原本空白的纸页上浮现出一行歪歪扭扭的字迹。追到真相的那一刻，你们也会付出代价。他瞬间将日记扔到地上，头皮发麻。而就在这时，房间的灯光开始忽明忽暗，一个低沉的声音从角落传来，不要停止。几天后，小雨收到一封匿名信，信中附了一张照片，照片上是一片漆黑的树林，隐约能看到一名军官的身影。信的末尾写着，他不希望你停止。从那以后，小雨和阿杰再也没有踏足士林官邸，但每到深夜，他们总能在梦里听见脚步声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一天深夜，小雨从梦中惊醒，发现桌上的日记本自行翻动，最终停在最后一页，上面浮现出新的一行字：真相被埋藏的地方，在那里等你。与此同时，他的窗户被一阵强风吹开，远处隐约传来低沉的军靴声，伴随着一声压抑的低语：你无法逃离。小雨惊恐地看向窗外，只见远处的街灯下，一个无头的身影缓缓地站着，似乎在注视他的方向。灯光闪烁，那个身影消失了，但他耳边的低语却久久不散：还我头来。从那之后，小雨的生活陷入了无尽的噩梦。他开始收到更多匿名照片，每张照片都比上一张更加清晰，最后一张照片甚至拍到了他自己的背影，而背后的窗外，那个无头军官正静静地站着，手指向他。